而司马大人面临国难，却愿意把别人送给他那样珍贵的礼物捐献给国库。你二人谁更忠君、更爱国呀？若连自己都不能坦诚相待，如何谈得上忠君爱国？司马大人善于交际，多得人称赞，连皇上都以他为荣耀。而我却深知自己自私懒惰，心胸狭窄，应付自己已经很难，实在做不到八面玲珑。皇上若果真认为司马大人此举为忠君爱国，那我嵇康更无话可说。此君此国，不忠也罢。皇上请息怒，嵇康为人一向如此，他若会讲几句顺耳之言，皇上反而看不到他犀利的文采了。司马大人，你是不是带了高人要面见皇上？启禀皇上，臣闻听皇甫谧不顾皇子安危，却跑去大闹贞节牌坊落成典礼，臣深感痛心，特地带来青牛道士封衡为皇子诊治。道长有把握治愈皇儿的顽症？贫道勉力一试。真难为你们从哪儿找来的这样的道士？启禀皇上，封衡道长久居山林，深藏不露，若有失礼之处，还请皇上恕罪。此事要归功于梁氏草春堂公子梁柳，此人与他颇有渊源，当年曾断言梁公子能救万人之命，而梁公子又恰好生于药剂之家，岂不是天意如此吗？原来你是梁庆邦之子啊！草民参见皇上。说起今日贞节牌坊大典，也与你有些关联。若不是当初朕多事，你早已娇妻在旁了。朕记得你对朕与相邻的态度，尚有许多不满吧？回皇上，小人之前确实与皇甫谧之间有些矛盾，有的时候口快失言，但是皇上的决断意义深远。香菱能够得到皇上赏赐的贞节牌坊，是他的造化。小人以后绝对在与他之间毫无牵扯。从今以后，小人心服口服。皇上圣明，有些人深受皇恩浩荡，却不肯珍惜，当真可恨。仗着自己有几分才气，便不知天高地厚。还有那皇甫谧，进宫诊治几次，也未见得有什么高见，却一再挑战皇上天威。现在有了封衡道长，依臣之见，此人再留无用。所谓的道士，不过懂些养生之法，如何能治皇子顽症呢？皇甫谧自有学医，深会医道，他若说治不好，你就是请1000个、10000个道士来，也是白搭。我看你是居心叵测。皇子身份尊贵，哪怕有1/1000的可能，也要尝试。岂容你在这儿妄加揣测？我只是说出常理，这与皇子身份尊贵不尊贵有什么关系？人吃五谷杂粮都免不了一死。你们在这里胡乱出些馊主意，不如劝皇上早做打算。反了！谁允许你如此咒骂皇儿，如此张狂？给我打入死牢，择日问斩！妹妹，我看你不像个糊涂人，可是你怎么就看不清梁柳的真面目呢？真面目？现在的人哪里还有什么真面目啊？
梁柳回来了，他从哪儿弄来一个假道士？又想耍什么花招？姐姐，他旁边的那个官员是谁啊？当朝太尉司马奎，和梁家勾结已久，狼狈为奸。这次不知道他们又在搞什么阴谋诡计。你见过他？就是他害死我爹娘。什么？妹妹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好，今日我暂且不问。但是我想梁柳肯定要来神针堂找麻烦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。走。喂，别难过了，啊？嵇康先生，怎么你也在这里？哦，我刚来，你早到了？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男人大丈夫垂头丧气像什么样子？啊，我都要被砍头了。也没像你这个样子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你为什么会突然间被砍头呢？是我搞乱了贞节牌坊的落成，要砍头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啊！哎呀，这皇帝老儿啊，自己求而不得，就给人家立了个贞节牌坊，这传出去啊，那不是名不正言不顺呢？你放心，你死不了。那皇上一直想让我进宫当御医，要不我应了他，换你一命吧。或者我去买通一个什么大官，偷偷的把你给救出去。你这么有才华，不能死在这里啊！哎呀，谢谢你啊，让我在临死前遇见如此真情。人固有一死，像我这样堂堂正正的死，正是我所追求的。我嵇康一世绝不苟且。其实，若论风采气力、才华能力，你皇甫谧绝不在我嵇康之下。皇上只看到了你的医术，却忽略了你的文采韬略呀。嵇康先生，你这玩笑开大了。我有什么文采韬略？若不是师父走得突然，现如今我还不是在混吃等死吗？你还别说，若不是和你有得了啊，就凭单真师傅那点美酒，就能一次次的吸引我大驾光临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嵇康今日在此拍板定钉，若非我命短，不然一定和你结为兄弟才过瘾。谢谢先生夸奖。哟，这刚立了贞节牌坊，也没什么变化呀，日子照过呀。你又来干什么？这街里街坊的，我为什么不能来啊？我过来看看啊。梁柳，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香莲，每次不要把我想的那么坏，我是真的过来串串门而已。你来就没好事。说吧，又来打听什么消息啊？我看你啊，几天不造神针堂的谣，你心里就不舒服，是吧？大师兄，说话一定要注意啊！我什么时候造过你们的谣？反倒是你们神针堂总造我草春堂的谣吧？为什么那些药农不到我们草春堂来卖药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梁柳，你们草春堂收药草时压制压价，卖出时却又以次充好，漫天要价。不是神针堂不让老百姓去你们那儿买药，而是你们的药老百姓们实在是买不起。买不起那是活该。吃药就得花钱，看病就得吃药，吃不起就别花钱啊，这有什么好指责的？哼！梁柳，我劝你还是离神针堂远一些。香菱，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你身上太臭。你还不快滚！滚！说话注意点啊！我今天要不是看在香菱的份上，饶不了你。哼！
英惠，英惠，你不用多说了，我心里已经明白了。不过我还有件事情未了，我要先回去。你放心吧。英惠，哎，英惠姑娘。啊，英惠姑娘，我正找你呢。这几日我比较忙，也没时间过来问候你。怎么样，过得还好吗？过得挺好的。你放心吧，梁公子。这几日还在想，来府上麻烦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总想找点什么事情来做，也算回报你的搭救之恩了。啊，娘。英惠，老夫人。娘，你这是要去庙里吗？嗯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时辰已经不早了，明儿一早再去吧。今天是观音菩萨的诞日，我一定要去的。啊，要不这样吧，梁公子，以后我就陪着老夫人，陪她念经礼佛的，这样我还有个伴儿。哦，刚好，我娘也一直念叨，想找一个跟她谈论佛经的人。那我陪老夫人去。嗯。告辞，告辞。哎，好。属下觉得奇怪，以往司马奎大肆收受贿赂，巨额钱财进了太尉府，便消失得干干净净，毫无破绽，完全查不出运往何处。这次为何冒险主动上交？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啊！一手拿，一手送，懂得拿捏分寸，张弛有度，不能碰了皇上的底线。不过这次，他自己把好东西悄悄留下，把不稀罕的送给皇上做人情。殊不知，却被暗藏的银铃泄了密。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他栽在了自己的手里。大人，还有一事，那2名送礼的商人已被打入死牢。死牢？什么罪名？罪名含糊，只立了个私营贩卖的名目。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那2人虽然故意掩人耳目，扮作西域商人，但属下看着像个熟人。谁？胡安。胡安。把门打开。是。请。来，过来。去，找个可靠的太医来，务必把他们2个给我救醒。是。还有，多派些人手来，以防司马奎的人杀人灭口。是，大人。王大人，皇甫谧。皇甫谧，哎呦，你真是和监牢有缘呐！10天半月就得来光顾一次。谁说不是呢？王大人，神真堂一切可好吗？还好，你就放心吧。你好好在这儿待着，别再惹事了。我找机会救你出去。把门打开。是。谢谢你，王大人。嵇康先生还在旁边，可否一同把他带走？对，大人，把我跟他们放在一起住吧。这来而不往非礼也嘛。你跟我来。你把他们俩给我治好。可是我没有银针在手。这不用你担心，我来想办法。好，来人，在。把他们俩抬到皇甫先生的房间。是。大人，听说王赞下午去了一趟死牢。他走的时候，有没有带走什么人？那倒没有，不过加派了许多看守。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
这个老狐狸跟我斗，暗的不行，你们就来明的，你们只管杀。我看呢，你是拿他俩当试验品，供你练习呢。这样你都能看得出来，厉害了。小心，别给扎死了。我的针灸呢是用来救人的，不是用来杀人的，怎么可能扎死他们？来，给这2个快要死的人喝点水吧，好让他们上路。哎，你们几个怎么在一起啊？不管你们了，这水你们自己喝。有毒的，都已经打入死牢了，为什么还要给那2个人有毒的水喝呢？哎，原来装死也很累啊，还是死了最舒服。看来这2个人呢，命不久矣了。想我梁氏一门，本应摒除一切杂念，制药救人。可曾想，我儿却平生事端。如果我儿有什么报应的话，那恳求菩萨就报应我一个人好了。恳求菩萨，让我儿早日开悟，能够静下心来，修学华佗祖师爷的绝学要典。那我别无所求，一心念佛，往生极乐。娘，我千叮咛万嘱咐，要你不要去惹那个风恒，你却不听我的，弄个假的来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娘，你胡说什么？英惠姑娘，早些休息吧。是，梁夫人，那我先走了。黄甫先生，大人，他们怎么样？情况不妙，他们都被人下了药，一个昏迷不醒，另外一个是伤了声带，说不了话。那怎么办？我一定要让他们说话。啊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麻烦你帮我去找香菱姑娘，跟她要些东西。当你见到她的时候，就比划这个手势，她就明白了。这样？没错。好。爹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药典了。爹放心，爹用生命保护的青囊锦，女儿一定会全部找回来，再找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托付给她。到时候，女儿就到九泉之下，与爹和娘团聚。静儿，静儿。哦，香菱姐，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在这儿能吃得饱吗？我好得很，睡得着，吃得香。你呢？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。
我看那牌坊就一直摊在那里，长辈们也没有再来过。那就好。季康先生，你也在这里啊？你多保重啊！生死有命，香莲姑娘，不用为我难过。对了，静儿，我看那个梁柳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个道士回来。哦，我也听说了，是青牛道士封恒。什么？他长什么样子？他个子不高，长了一头黑发，我看他也不像是什么高人。还好，那个不是封恒先生。他肯定又在搞什么阴谋诡计。先别管他，我要的东西你带了没有？带来了。好。你要这干嘛呀？就这么一小摊，你知道多难得吗？王大人对我们神针堂对我有恩，他让我医治好的人，我必须把他治好。行了，这个地方我不能待太久了，下次我再来看你。给，这是给你们带的一些吃的。我得走了，保重。哎，先生啊，有酒有肉。哎呦，啊，哎呀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好东西，叫三足蛹，去腐生津，化腐朽为神奇。哎，这位兄弟啊，只要用了它之后呢，嗓子好了还不止，没准啊还可以去卖唱。我早知道皇甫谧是个妙人，却不知风趣到如此地步。若是由得你胡闹下去啊，你虽然说能治好病人的病，可没等治好就被你吓死了。哎呀，我季康自愧不如啊！兄弟，委屈你了。这都过了约定期限3天了，还不见人回来，咱们是不是该进城找找啊？废话少说，要是能进城，当初就不让二王子单独行动了。二王子这次瞒着首领把贡品送了人情，回去还不知道闹出多大风浪呢。哼，这下倒好，连人都不见了。这趟可真晦气，诸事不顺。哎，是啊。兄弟，你现在可以说话了。兄弟，胡安，我没认错吧？你可是威风八面的人物。怎么落难至此啊？王大人，我知道你与司马大人一向不和，这件事我没想过你会帮我。司马大人会来解释清楚的，不劳你费心。边境部落那批贡品是你送来的？监牢里躺着的那位也不是一般的人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司马大人也是刚刚知道此事，莫非他因为这件事受了牵连？你太天真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替别人担心？我告诉你，司马奎就没打算保你，他早就把你送来的东西充公了。不过，据我所知，那里面少了一块难得的宝物——通天玉。通天玉？不错，通天玉的事不但我知道，司马奎也知道，就连皇上也早早得到了消息。现在我问你，那块玉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在司马奎的心里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我就跟你明说了吧。司马奎野心勃勃，这些年手握兵权，他就没打过什么好主意。你送来的金银珠宝，他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，只是那块通天玉，
那可是镇国之宝。如果谁想打这块玉的主意，被查出来，那可是背叛朝廷的大罪。你跟我说实话，或许还可以将功折罪。嘿，二王子，二王子，二王子，你怎么了？洪府先生，快来救救他！快来啊！哦，二王子，二王子，二王子！嘿，二王子！嵇康先生，麻烦帮他脱鞋。哦，好，快快快！一根银针有着多少故事，千年传奇，有你相伴，近深渊，庆冬天，阵风瞬息万变。我的心中恒在。漫漫苍穹梦一回，柔情似水，苦苦追随。千年间，一瞬间，多少情缘红尘缘，真情在。洪府先生，醒了。先生，多谢。千年传奇的故事。王大人，今日午时之前，你若查不出来，你就要去阴曹地府去找他们了。哼，找条大鱼并不是那么容易，小心鱼死网破。随便找2条小鱼顶顶事就好了，大家都省心。王大人。啊，皇上还没来呢，这会儿啊还在后宫呢。李公公，我有急事，劳烦通报一声。哎呦，不是我不帮大人，今儿要是在皇后那儿啊，我立马就去。可是今儿在丽妃娘娘那儿，估计一时半刻来不了，大人就耐心慢慢等吧。哎呀，我说了这么多，你怎么就不着急呢？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司马奎那人靠不住。你不是说有个什么王大人在拉拢你吗？依我看，不妨信他。有的时候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哼，这年头谁都靠不住。他们俩斗了那么多年，不过是拿我当个过河卒用罢了。我还是想回西域去，当我的总兵。天高皇帝远，那多自在啊！可惜再也回不去了。早知道，咱们就不该来这么一趟。哎，你看，难为他长成这副德行，内心倒如此不堪一击。这大男人呐，唉声叹气像什么样子？要活便活，要死便死，啊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若是觉得活得痛苦啊，倒不如早点死了，来世啊，托生出一头猪，啊，也比别人利用的好，活得这样窝囊。哎，你说谁啊？谁托生成猪啊？哎呦，我又没说一定变成猪，变成驴也可以嘛，只要不变成人啊。
连活命都不愿意争取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谈下辈子？你就是那天集市上的黄甫密？喂，你有没有良心啊你？要不是我，你早就死了。还有你，我早就跟你说你有病啊，你又不信。好了，现在难受了吧？你的病啊，到底是怎么得来的？自小在部落首领家里长大，从小就危机重重，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，生点病算什么？经常犯吗？心情好的时候犯的少一点，若是烦心事多了，就犯的多一些。我知道了，郁结之气，郁结之气就是关键。胡将军，想好了吗？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好消息啊，王大人，皇子的病有救了，因为他的病跟皇子的病一模一样，我能医好他，就能医好皇子。放了我！我根本就没有罪，你们快放了我！放了我！司马奎，你这个小人，卑鄙无耻的小人！我要见王大人，王大人在哪儿？王大人，我全招了，快救救我！我是冤枉的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边境内乱，导致西域奸细趁机混入皇城，致使百姓终日人心惶惶。现以悉数抓捕，今日50斩首示众，特此昭告天下，以慰人心。钦此。时辰已到，行刑，斩！刀下留人。这什么来人啊？这不是王大人？不知道。对呀，他是出什么事了呀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嗯。你看他手里拿的，不知道要干什么？看着拿的是吧？是啊。皇上有旨。皇帝诏曰：其一，因有囚犯身患顽症，若能以此为例，寻得救治方法，实乃天下万民之福。其二，西域部落之争情况复杂，不可一概而论。奸细一案暂缓，责令重新调查，今日不斩。钦此。遵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松绑。司马奎，你不得好死！今日你弄不死我，他日你必将死在我的手里。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臣以为今日不斩之事不妥，如今已有封衡仙人坐镇，皇子治愈指日可待。所谓以囚犯身体试真，纯属无稽之谈，分明是皇甫谧的缓兵之计。哼，这跟皇甫谧有什么关系啊？朕只是说让他自省，朕又没说要砍他脑袋。皇上，他肯定是想借此机会为嵇康说情。那不可能，此事与嵇康更无关系。朕心中有数，你就别再说了。启禀皇上，香菱求见。宣。是。宣香菱觐见。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皇上，民女香菱今日前来，第一是为了叩谢皇上赐贞节牌坊殊荣，第二是想求见封衡道长。皇上，
风恒仙人久居山林，不喜与人闲谈。再说了，你是何等身份，竟敢见风恒道长，真是可笑。你为何想见风恒道长？回皇上，民女幼时曾有幸见过风恒道长，他老人家教了我一套辟谷妙法，此法需以汤药辅佐，香灵愚笨，其中几味药忘记了。如今听闻道长出山，所以特来拜会。哦，不过那风恒道长可是司马大人的客人，你呀就得问他了。皇上，民女刚才在殿外求见的时候，刚好听见了几句皇上与司马大人的为难之处，民女斗胆向皇上献一个两全其美之策。哎，朕就喜欢两全其美之法，你快说来听听。其实皇上与司马大人还有皇甫谧之间有一个愿望是相同的，那就是能尽早治愈皇子的顽疾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所有的问题都不再矛盾。似乎风恒道长也并无完全的把握治愈皇子。皇甫谧又说找到了囚犯做尝试，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让风恒道长和皇甫谧一同出手救治囚犯，比一比谁更高明，看谁最先找到治愈皇子的办法。好。司马奎，你去通知风恒道长，让他准备准备。王赞，你去告诉皇甫谧，让他也准备一下。皇上，皇甫谧还关在监牢里。哎呀，行了，放出来吧。要是能把人治好了，就不用回去了；若是治不好，让他继续回去反省。皇上圣明。朕要给他们摆个擂台，这名字就叫做“风恒大战皇甫谧”，如何啊？啊！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怎么，怕了？不是，在皇上面前露了馅儿，那咱们不要慌，你只要记得教你的几个穴位，狠狠扎下去。有什么事情，我自会安排。好。神针堂皇甫谧到。草民参见皇上。行了行了，无需多礼了。朕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看，究竟是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还是风恒既胜一筹。草民遵旨。吩咐下去，带犯人施针。是。皇上有谕，带犯人。哎，哼，司马大人，梁少爷，这一位莫非就是我的师祖风恒？皇甫谧，你不用左一声右一声的风恒师祖。今天我们来是比本事的，要见真章的。来诊病了啊！再是华佗，专治各种疑难杂症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没想到风恒师祖跟我见过的一个江湖骗子长得一模一样。皇甫谧，皇上面前休得对风恒道长无礼。禀皇上，胡安拓跋齐带到。退下。是。你们二位开始吧。是皇上。启禀天朝皇上，我家主人旧病复发，小腿处静脉异常，疼痛难忍，实在无法行动。恳请皇上同意，由我来代替我家主人，让二位施针。启禀皇上，既然此人有救急在身，那就让胡安一人，让皇甫谧和风恒道长施针，以免我西于近邻，觉得我天朝圣威，不近人情。皇甫谧啊，你怎么说？悉听司马大人尊便。那你们谁来出题啊？禀皇上，微臣愿出此题。行，开始吧。是皇上。敢问二位，若此人和前朝魏武帝一样，得了阴风入脑之症，该当如何救治呢？这个嘛，
扎针，扎针。嗯，那上去躺着吧。是。